想去慕田峪长城玩有很多种方法，但我们选择参加的 Klook 慕田峪长城一日并团游，值得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dy。在 Klook 上其实有很多种慕田峪长城的选项，我们选的是早上有车从酒店接到巴士集合点，再转搭巴士到慕田峪长城，中午有附午餐，回程是在鸟巢下车的一日游行程。导游在出发的前一天就联络我，当天早上我们是坐上导游帮我们打的出租车到集合点，报到时会被分配到一个编号，告诉你是几号家庭，之后点名时会用。上了巴士后可以自由选择座位，但那就是你一整天的位子，不能任意更换咯。在巴士上，导游会用中文一遍、英文一遍讲解一下长城的历史。这个 Klook 团的好处是不含购物，所以虽然我们会走过景点购物区，但不会被强迫消费。如果不是跟团来，穿过购物区后，需转搭园区的摆渡车到长城入口，但这个团的巴士可以直接带你上山，就不需要再转搭园区的摆渡车了。巴士会停在固定的停车场，导游只负责带到长城入口，不会跟着一起爬长城。慕田峪长城总共有1号到20号敌楼，全长约10公里。导游推荐的路线有3条。第一条路线，先搭滑道上到5号敌楼，玩完附近的敌楼后再搭滑车下来。第二条路线，搭缆车到14号敌楼，玩完附近的敌楼后再坐缆车下来。第三条路线，就是前面2种路线都玩，只是缆车和滑道是不同的公司经营，所以票要买2套比较贵。我本来打算玩第4条路线，就是搭缆车上到14号敌楼，走到20号敌楼后，再一路往下到正观台，最后搭滑车下来。但这个玩法有2大挑战，一个是整条路线必须在5个小时内完成，才能赶上巴士返回市区。第二个是体力要非常好，才有办法走完这10公里的上坡和下坡。我们后来改选第3条路线，跟导游加购了缆车和滑道的来回票，可用支付宝、微信或现金支付，跟导游买和现场买的价钱一样。我建议还是跟导游买比较省时间。如果想不坐缆车自己爬上长城，可以询问导游意见，看时间是否来得及。到长城入口后，导游建议先从第1条路线开始玩起。我们是5月底的时候来玩，虽然不是旺季，但游客还是很多。滑道虽然有实体票，但还是会看证件。导游建议把票背后的 QR code 拍照存档，不然如果票掉了不能扫码，就只能补票下山了。下了滑道再走几步路就是5号敌楼，从5号敌楼的2楼看过去，风景非常漂亮。而这3个敌楼连在一起的，就是整座长城里唯一有的奇景正观台，很值得拍照留念。最后就是下山时，可以选择天气好才开放的滑车，这座滑车道长达1.5公里，速度完全靠自己控制，非常好玩，我大推。从滑道出口出来步行约7分钟，就可以到第2条路线的缆车入口。这里没有实体票券，要刷证件入场。从缆车上就可以看到长城的美景，出站后上楼就会看到14号敌楼。如果想直接往后面的敌楼走，旁边有一条路可以绕过14号敌楼的人潮，从14号敌楼走到19号敌楼其实并不难，沿路还可以看到电影的拍摄地点，不过遮蔽物不多，防晒没做好很容易晒伤。导游有交代水要带够，水不够可以跟巴士司机买平价的水，不然长城卖的东西很贵，连水的价钱都是平时的好几倍。到了19号敌楼，接下来就是出了名又长又陡的好汉坡了，很多人选择爬到跟石碑拍完照就下去，但是爬完还是有奖励的，就是可以跟英雄台拍照。勇于挑战的人其实非常多，男女老少都有，连下楼梯都要排队呢。我们2条路线走完回到停车场，花了大约4个半小时，这包括排队等滑道和缆车的时间。顺带一提的是，下午2点后缆车和滑道都没人排队，如果非旺季打算自驾或包车来，可以挑这个时间入场。Klook 行程里包的午餐，只要在下午3点前来餐厅用餐就行了，餐厅就在停车场旁边，吃完饭刚好可以搭车返回市区。午餐吃的是团菜，味道还不错，但不包含酒水，可以自行加点。巴士准时下午3点半发车，抵达鸟巢后正式结束一日游的行程。这次的慕田峪长城一日游，我们在 Klook 上支付的费用是1个人630元台币，这个钱包括了来接的出租车、往返巴士、午餐和导游讲解，算下来比我们4个人包车还划算。缆车和滑道的来回票价是各140人民币，但如果是从 Klook 上先预订一趟缆车的来回票，价钱会比较贵，建议订的时候算一下。如果鸟巢当天有开放参观，导游也会帮忙购买有导览的鸟巢门票，但鸟巢值不值得去，那就是下一集的事了。我们下一站见，拜拜。
我们下次说，好吧，拜拜。